教冠宇老师，老师是不是有一些不良的风水格局，也会容易造成我们钱财会守不住哦？因为你居家环境或是你店的环境会有这些问题，这会产生这些麻烦出来，所以说容易让我们在钱财守不住的不良风水。我们大概的会有什么？一个就是居住环境的那种面积，所以我们可以看第一个，我们居住环境的时候，前大后小，富家小人懒腰劫财的宅。我们如果只看这个平面图，很漂亮啊，方方正正一样的，看起来方方正正，其实它并不方正。是它使用面积的时候，你看这个是房子的前面，是房子的前面，客厅在这个地方，它整个这个地方嘛，床在这个地方，跟在这个整个出来，采光面最大在这一边。是，所以最大这一边的时候，这边是比较宽，哎这边是后面，哎后面的比较窄，所以这里宽，这里窄，所以前大后小，然后就这样笨刀处。笨刀处的前大后小，你垃圾扫一扫就倒掉了嘛，守不住财富了。钱财一直往前漏掉了，笨刀处第一个，所以说这叫前大后小。富家小人懒腰劫财，身在哪里？从这个房子看的时候，你这个地方是不是整个房子应该的？把这个地方应该是方正出来看，结果它不是方正，切了这个角，切了这个角，这个就是从一个腰一步刀揽下来了，这小人揽腰劫财。是，这房子看起来的话，这边还多了增加的采光面，哎，觉得说不错哦，都不会黑黑，采光很好。但是其实这个在风水是有对，所以它整个这个就是切角，所以呢气流会在这个地方进来之后，就揽腰际一把刀插着，你小人就劫你财富。所以你居住到这种房子的时候，你感觉是很好、很宽敞、很舒适啊，配置非常、格局非常方正、很标准哦。但是标准格局的时候，偏偏房子不方正。但是你进去你不会感觉，所以就有我们的观众朋友常常看我们节目，要了解到说小细节的部分也要注意。所以你看这个前大后小就是有问题，中间凹进去都不好，不管哪边凹都会有瑕疵，要特别注意啊。这是大门哦，那所以这里不是天井，这里是电这是梯电梯出来的大门。哦，所以这边也没有采光，但它就是凹到一个地方进来的。对，如果是在外面凹进来的，采光一样会更严重。哦，它是内部电梯间一样都会算在里面。这样子哈，其实这两边的房间，你睡觉或什么，隐隐约都会听电梯声音，上上下下，整个上下。对，你就是听不见那种低频震动，对，它都会存在。对，都会存在，所以都会影响你的脑波思绪。所以这个就会产生的问题。第一个哈，那我们在第二个看的时候，密码杂乱的环境的宅屋。你看我们房子面向出去的时候，看这个图的时候，这个是不是很多的屋顶？是。哇，一个叠层叠在这个地，你看这每一栋当中都不是很方正。棋盘式的格局，我们常常讲究说风水要讲究什么？你只要去找棋盘式的风水环境，绝对不会错。但是你不要去选择的看出去不是棋盘式，这一栋斜过来，这边歪过去，这边又插过来。你看这个图的时候，你可以看到一排，这边有斜的，这边有斜的，所以全部不是方正的一个区块的规划。不管你是要租，或是你要去买一个房子。一定要选择这个区域里面规划是很整齐的环境，你住在这里，未来买了之后居住在这里面，你的运势才会稳定。不然的话，你住了像这种房子，前面这些屋顶这个屋凸的时候，你就像外面的小人一直在来，那来的时候你就完蛋了。这个你就会被小人给你牵引到不好的空间。所以我们就看过了，像这种环境的时候，看过去有这个时候，这附近就是龙蛇杂居的地方。所以很多的吸毒的，很多的我们黑社会人物都住在这个区位，赌博嘛，赌博跟两个赌都在这个地方，所以一定要去注意，不要有这个空间，你要看出去要很舒适舒畅。所以我们就把房子看为像一个人之后，你就这个人这种情况之下，这个环境就如同是什么？你内脏里面各地方都在长瘤，所以我们内脏里面全部在长瘤的时候，你说这个人会健康吗？不可能健康。所以说我们在找房子的时候，不要找这种密密麻麻杂乱环境的空间。最乱的环境好赚钱，人潮多，但你住要跳脱。你不要在这边赚钱，你外面赚钱很好赚，来居住在这里面。豪宅哇！我以前老爸老母住在家都唔敢出去，
你一样老北老半卡嘴在上喽，一样是花钱。 OK 所以这个守不住财务房子，这个好环境有关系。是谢谢冠宇老师，我真的觉得老师讲的够清楚了，希望大家能够听得懂。